底有邊啲國度係率先採用4日工作制？加拿大同埋冰島咯。但係我諗唔到西班牙都有喎。呢個同呢個玄學上嘅陰陽有關，好熱同埋好凍咧，啲人都係唔想要。點解可以咁巴閉嘅咧？係咪先？每個國家都唔同，咁所以你冇得話即係非黑即白。嗱，東南亞就全部都係一定可以4天嘅，佢哋啲人都一定懶散啲嘅。喂，到底我份工可唔可以只係工作4日㗎？佢一個禮拜做1日都得啦。嗰個走嘅日子咧，同個命格有關。己土日元嗰啲人咧，特別容易有小人。正個八字裏邊咧，大運交接嘅問題。我哋要諗下，我哋點樣融入 AI，我哋去利用 AI。我哋爆咗10年啦，年年都咁講，年年都係升。卦象拆解時代，數據占卜人生，歡迎嚟到融合東方玄學同西方經濟嘅深度跨界節目《財源廣進》。今日咧，我哋將會同大家做一個深層度嘅思考。喺呢個卷嘅年代，大家認為可唔可以令到自己嘅工作時間相對減少啲，還自己一啲生活嘅本真啊？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喂，到底我份工可唔可以只係工作4日㗎？我諗又真係睇下你嗰個工種係啲乜嘢嘅。如果你話真係嗰啲手停口停嘅，特別係嗰啲即係以量取勝嘅，我唔會做1件計1件錢嘅。咁嗰啲咁當然係唔得啦。即係可能係譬如我教唱歌嘅咁樣，咁我教一個學生收一個鐘錢㗎嘛。咁你有乜可能可以4天工作制咧？冇錯。除非就係你收貴啦，超貴，收貴啦，係啦。又或者係即係你非常之擁有好大嘅自由度，咁樣就 OK。同埋好多客等緊你啦，係嗰4天已經夠晒你一個禮拜。所以都係要睇毛利率咯。係，一講翻財經。即係我喺度諗緊一個問題咧，即係啱先阿 Casper 咧都傳遞出一種訊息，哪怕你係努力勞動者，哪怕你係唔需要咧做咁多嘅身體力行嘅工作嘅，其實你嘅大腦都冇得唞㗎，係嘛？即係所謂嘅休息咧，我又未必真係覺得我可能係一定要放假咁樣。我就咁譬如我坐喺屋企，我做少啲嘢，我唔使返公司咧，我已經覺得好 OK，好滿足啦，好滿足啦對我嚟講。係啦。咁師傅咧，師傅假若即係有個 client 同你講，喂，我大客嚟嘅喎，星期6日我要你過嚟現場喎，你必須要站堂喎，咁點咧？佢一個禮拜做1日都得啦，都未必嘅，咁睇情況啦。若然我自己好似你咁啊，呢啲客咧要求我某時某刻要到嘅話咧，睇下我自己啦。咁啊，若然接受得到咪接受咯，接受唔到咪唔到咯。用價格浮動嘅方式咯，係嘛？係啊，咁啊4天工作都有可能嘅。我呢個行業，因為小安都係要用腦啊嘛，即係好似 Casper 咁啊，喂。咁我放假嘅時候唔使用腦嘅，咁啊繼續個大腦可以休息下嘅。咁啊4天工作，即係用腦嗰陣時都好過度嘅，即係你要用腦諗嗰啲分析股票，我要用腦分析個命盤，其實大家工作差唔多性質。係啊，咁同埋咧，即係嗰啲有時餐廳咧，我哋咁樣諗啦，即係你就算話喂手停口停都好，餐廳算手停口停啦啩？係啊，唔係嘅喎，有啲餐廳真係夠膽死，佢淨係開晏晝嘅啫喎。我見過尖沙咀有間賣100份嗰啲啊，收下晝5點啊。係食點心㗎，係啊，我都覺得好出奇。你尖沙咀幾貴租㗎啦，地鋪仲要收下晝5點喎，冇錯嚇，我仲未試，我試下。點解佢可以咁巴閉嘅咧？係咪先？我相信係一個生活態度咯。咁有啲人可能哇，我要做出7日，1日揾幾多錢？係7日揾幾多錢？係啊，30揾幾多錢？佢想即係多啲財富。有啲生活態度覺得喂，我夠算㗎啦。我買幾多碗粥啊？咁啊，我知足咁啊，搞掂㗎啦。咁啊收工。餘下時間享受生活，但係呢啲咧係要自己做老細咧先可以做到啦。咁所以其實某啲工種咧，佢真係冇辦法咧就做4日制嘅。即係我當時喺度思考，到底邊啲工種可以做4日制咧？除咗自己做老細，能夠自己話事，揾夠錢就可以唞之外，第一種咧，我認為應該係公務員。假若連公務單位都做唔到，其他單位就冇可能做㗎啦。因為咧，即係你真係要身先士卒啊嘛。你頒布一個政令係嘛，你需要咧就係有牽頭者。假若連呢啲公務人員都做唔到，咁其他人點做咧？咁但係其實睇翻轉頭啦，喺成個亞洲區啦，都冇太多嘅公務單位能夠做到呢件事。咁啊，公務單位尤其係啦，因為太多係公僕啦，叫做嚇咁。即係特別一啲可能係緊急服務啊，
你醫院唔通一個禮拜做4日咩？咁當然你可以輪更啦，即係而家都係咁啦。咁但係佢哋需要嘅人手多啊，咁你要培訓嗰啲人手出嚟嘅成本亦都好貴啊。咁所以你話喂護士啊、剩啊嗰啲咁 on call 真係 on call 㗎啦，你冇得揀啊。不如咁啦，我哋每人咧舉3個例咧，即係你認為邊個工種有可能係4日工作制係完全實行得到？我覺得嗰啲最簡單藝術家就係得嘅，咁然後就一啲管理層啦，又或者係可能一啲係靠腦揾食嘅，其實我覺得分析員可以嘅，所以我應該同我老細講，我翻少一日。你老細睇緊嘅。我覺得會4天工作的話咧，我諗餘下嗰啲日子咧需要輪班咯，即係好難話完全餘下嗰3日咧係冇人工作嘅。係。咁啊，如果係的話咧，我覺得係清潔工人。清潔工人係啊，即係嗰啲輪班制，一個禮拜7日，咁有人翻4日，咁啊可能由其他人代替其他人。但維皮貴咗好多㗎喎。會㗎啦，係啊，成本會高咗啦。咁另外就係一啲物業管理嗰啲人啦，係啊，咁啊有可能輪班啦，大家可能翻幾日，跟住放幾日，翻幾日放幾日咁樣。第3類就係自由工作者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呢啲啦，自由工作者啦，咁啊翻咗4日工啊，咁啊夠啦，咁啊即係。已經揾到呢個禮拜收啦，咁啊咪休息下咯，咁啊都得嘅。咁我舉例咧，即係我認為係專欄作家啦。咁另外咧，我亦都認為咧就係專業嘅投資炒家啦。咁當然我都好希望我呢份工種可以做到4日工作制啦。但係其實我都諗緊有冇人種上嘅差異咧？即係譬如唔同嘅人種對於工作嘅態度係有唔同嘅理解㗎啦。始終我哋都有亞洲人、歐洲人有唔同人種，所以變得嗰個人種歷史發展裏邊咧都有唔同，即係好似中國人咁啊，比較上喜歡工作，可能以前一直都係耕種嘅，耕種冇得停，基本上1年365日都要做，咁啊，所以變咗習慣性都會係比較做係冇乜問題。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成為製造大國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啊，所以變咗甚至而家我哋中國嘅工業都發展得好好啊，帶動咗成個中國嘅經濟。當然而家又係科技啦。歐洲人比較上會比享樂多啲，咁啊，所以變咗勞動力未必咁強。同亞洲相比之下咧，歐洲人就唔係太過進取於積極去搏命揾錢啊，或者甚至乎係好勤力咁去做嘢。即係我諗從另一個維度咧，可以睇到一個問題就話喺呢個世界當中咧，到底有邊啲國度咧係率先採用咗咧就係4小時工作制咧咁？嗱，兩位我哋先估估啦，到底你認為邊啲國度係採取咗4小時工作制咧？我估歐洲咯。歐洲，我都係第一時間。歐洲機會最大，同埋歐洲比較上偏凍嘅地方咯。呢個同呢個玄學上嘅陰陽有關。哦，咁樣樣。係啊，因為小安喺地球裏邊喺嗰個北半球同埋南半球最極端嘅位置咧，最凍嘅地方咧，人咧比較上唔想喐嘅，所以變得咧，你話想唔想工作多啲咧？我諗佢極之唔願意。咁換言之，其實應該係越靠近赤道嘅人咧，就越落力工作嘅喎。啊，都唔係啊，要平衡。即係越係越好熱同埋好凍咧的話咧，啲人都係唔想喐。哦，咁樣樣。係啊，陰陽問題咯。平衡咧，個人係比較想進取啲嘅。頭先我個問題就話，歐洲係比較多啲啦。咁如果係歐洲偏凍嘅地方咧，都係比較上會喜歡少啲工作。即係北歐。係啊。芬蘭、瑞典嗰啲。的確，即係如果從嗰個性情上，西歐人可能都熱情啲啦，嗬。係啊。我啱先呢個舉例咧，亦都係思考咧，即係當時我第一時間諗，到底邊度咧會首先實行4小時工作制咧？我認為一定咧係芬蘭嘅。到底係咪咧？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做咗一個搜集嚇，我哋睇睇咧相關嘅數據。有冇你哋估中嘅城市啊？加拿大同埋冰島咯。係喎，冰島好凍嘅喎，但係我諗唔到西班牙都有喎。西班牙感覺都應該幾熱啊！西班牙同德國都比較上陰陽都平衡啲。即係我哋幾個啦，最肯定嘅一定係冰島啦。係啊，凍啊嘛。咁啊，的確咧，從資料上邊睇咧，2015年到2019年間，冰島咧就已經從40小時縮減到啦工作時間去到35到36小時，而且咧佢哋工資係不變嘅。即係如果假如呢件事咧能夠放喺我哋嘅角度咧，我諗大家咧真係拍爛手掌，係咪？咁啊，當然啦，亦都要舉個例啦。我覺得啦，同人口基數都有關。即係人口多咁啊，競爭大，
大家都想係進取多啲，同埋係積極啲揾錢，因為事關太多人競爭啊嘛，有機會冇咗份工嘛。如果人口少，咁個地方都需要人去做嘢啦。咁佢又可以有得選擇啦，咁啊所以變咗選擇5天工作啊，定4天工作，咁人口少，梗係即係個競爭比較少的話，梗係揀啲輕鬆啲同埋少啲工作時間啦。阿 Casper 從嗰個財經嘅角度去睇咧，即係依家全球邊度嘅用工率最高咧？即係或者係勞動就業率最好咧？勞動我感覺就都係即係中國啊，或者係可能都越南啊嗰啲為主。實際上其實你話係咪每一個國家都即係好非黑即白咁樣可以講話即係4天定5天定點樣咧？我又覺得唔係，因為即係老實咁講，每一個地方都有佢自己個民族嘅特性啦。頭先阿師傅所講嘅天氣嘅問題啦。咁亦都有佢即係本身嗰個城市建立起嚟嘅時候，佢本身嘅嗰啲特質。你話深圳、新加坡外來城市嚇，咁啊香港即係金融中心咁捲得好犀利嘅，同樣係。喂，就算越南同老撾都真係可以爭好遠嘅。越南嗰個勞動嘅人口其實已經幾乎係去盡晒㗎啦，而家都係即係幾千萬咁，你唔可以再繼續多落去嘅。你唔 expect 越南係可以即係過到中國製造業嘅地位，因為佢而家已經用盡咗㗎啦。咁但係你話喂，越南同老撾比，老撾嘅人又樂天知命好多，你又覺得佢個步伐又慢啲，咁所以你冇得話即係非黑即白。嗱，東南亞就全部都係一定可以4天嘅，佢哋啲人都一定懶散啲嘅，每個國家都唔同嘅。咁的確嘅，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即係我諗大家都要思考應該點樣去睇待咧4日工作制。即係其實咧有好多網民咧有好多自己美好嘅願望嘅，希望自己份工咧都能夠做到4日工作制，但係咧都係講翻嗰樣嘢啦，物以稀為貴。即係當你嘅工種喺呢個社會裏邊咧係最珍稀嘅嗰一層，反而咧先有機會咧能夠做到咧就係你嘅工作日咧更多掌控喺自己嘅手掌當中。嗱，話咁快啦，嚟到今日嘅辯論環節啦。今日咧我哋到底邊個做正方，邊個做反方呢？首先睇睇題目啊，4日工作制係咪會提升工作效率呢？我哋馬上咧進入到抽籤環節嘅。好啊，辛苦兩位高人啊！你先啦。好 ，thank you。反方。正方咧由阿師傅承擔，反方先嚟咧。咁啊，4天工作制，我覺得唔係咁容易提升到工作效率㗎。咁因為即係好多人真係手停口停，特別就係我哋中國人啦。咁我哋喺中國入邊，咁本身亦都一個非常之重度競爭嘅一個社會㗎啦。咁如果你再4天工作嘅話，咁會唔會大家覺得你懶散咧？一個星期7天4天工作已經佔咗一半以上啊，所以變咗喺工作量裏邊咧，4天工作已經係可以完全做晒一個禮拜工作，何須要5天咧？Round 2。咁我諗就其實每個人都應該係對自己工作有熱誠啦嚇。咁當然你話喂，如果4日搞得掂嘅，咁可以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剩翻嗰3日係咪真係完全不聞不問？有客打電話俾你唔接，工作嘅嘢又唔諗咧？咁所以其實老實喺我嚟講咧，7天工作嘅喎。怪唔得可以做總裁啊！一個人係工作同埋體力有限嘅，所以變咗7天工作係會令到身體嗰個耗損比較大。咁啊耗損咁大，咁餘下嘅工作會做喺質素嚟講唔好啦。咁啊甚至乎會嗰個會容易錯啦。4天工作3天休息會令到工作量提升好多，同埋質素高好多。所以4天工作比起7天工作更加之好嘅。又有道理嘅喎。嗱，即係我覺得。亦都真係好視乎工種啦，咁但係而家咧係一啲世界即係比較發達或者係即係個經濟比較好嘅國家入邊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勤勞辛勞為主嘅喎。中國好，日本好，就算你話印度都係好多人競爭好重嘅一啲國家。咁4天係咪又真係咁 work 咧？人嘅生活要平衡，陰陽都要平衡。陰陽平衡咗就等於做得好。若然係太過極端嘅，太陽又唔好，太陰又唔好，所以4天工作係陰陽平衡，所以變咗工作質素好。嗱，無論如何都好啦，其實對於大家嚟講，有選擇就總好過冇選擇。俾你選擇4日工作制，抑或選擇7日工作制，一切都在自己嘅手中掌握嚇。揾工最關鍵嘅係知道自己嘅訴求。當你明白自己嘅需求，你就知道自己需要幾多錢財，有幾多錢財就付出幾多嘅努力。呢個或者係人生一門
專業嘅選擇課啊！下面時間我哋歡迎大家咧繼續 follow 我哋啦，亦都歡迎大家咧繼續啊可以同我哋留低評論㗎。到底你有啲咩諗法啦？4日定係選擇做7日啊？每個人都有唔同選擇，歡迎你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啊！